逼自己1周练完。Comfy UI 视频生成，全198级存下吧，很难找全的。警告：本视频耗时2个半月制作，制作时长600分钟。带你系统学习 Comfy UI 视频生成，这应该是抖音最良心的 Comfy UI 入门教程了，哪怕你是零基础也能轻松学会。最近全网都炸锅了，竟然有这么一款免费且不限次数生成 AI 视频的工具，它就是 Comfy UI 9.5中文破线版。和那些烧积分要排队买会员的网站不同，这个版本不用联网，更不用魔法上网，全程本地离线运行，彻底摆脱平台各种限制。全中文界面兼容中文提示词，零基础也能学懂操作。内置海量工作流与主流模型开箱即用，即使是这种质感拉满的电影级 AI 视频，也能轻松拿捏。最低支持1060显卡，使用也是极其简单，只需3步：1. 拿到整合包；2. 解压缩；3. 双击打开。还没体验过的朋友直接开冲。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Comfy UI 全流程系列解析课程。那么这个新手教程呢，将细致落地的将我们 Comfy UI 这款软件一步步按图指引，覆盖了新手从小白到进阶的所有关键细节。那么只要你一步一步跟着我来进行实操，那么我相信你对于 Comfy UI 这款软件也可以迅速的拿捏。好的，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也是整个系列的第一个课程。首先，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已经可以正常的打开我们的软件。那么像这里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界面。当然，你打开的工作流呢，可能不是这个，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先看，不急，慢慢来。同时呢，这个工作流我也会给到你。那么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界面认知。就比如说最上方是什么？最上方呢，就是我们不同的一个工作流，你随意的点开就是一个不同的工作流。那么这样子就可以进行一个工作流的切换，同时你同一时间呢，可以打开多个的工作流来进行使用。但是每一次我们运行的任务只能是一个，就不可能你同时运行了这个工作流，然后还想运行这个工作流，这样子是不可以的。咱们的电脑没有这么强大，你如果让它同时干2件活，它不就崩溃了吗？对吧？咱们要一心一意，专一一点嘛，是不是？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左上角这边是不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小的一个序列？那么这些序列是什么用的呢？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点击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菜单按钮，然后这里面有新件啊、文件啊之类的。那么这些呢我也不一个一个介绍了，咱们主要呢介绍几个重要的。我们打开设置这里面，就比如说常用的我们的一个 Comfy UI 基础设置里面，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语言，对吧？你可以通过在这里面切换我们整个界面用到的一个语言。而在下方这个画面这里面，这个主要是来调整我们整个界面的一个显示效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画面中有一些连线，现在是曲线，我们可以给它改成直线。就比如说这里，对不对？它从一个丝滑的曲线变成这种直线了，又或者直接改成直角线，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可以了。至于快捷键，这里面可以按照大家的需求呢，自己掌握几个比较实用的。我一般来说主要用到的就是一个运行工作流，我们可以使用 Ctrl 加 Enter 键进行一个快速运行。在关于这里面有我们整体的一个系统设置，像这里面着重强调的就是我们的 PyTorch 版本是 2.9 加 CUDA 128的，以及包括我们设备的一个显存大小 16G， 使用到的一个显卡，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大致的了解一下。然后左侧这里面还有不同的一个按钮，这里面我们快速的了解一下。像这个资产，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使用软件期间所生成的一些图像啊、视频内容，那么这些素材就是我们的资产。然后节点，这里面有个节点库，这里面有非常多可以使用的节点，就比如说这个 K 采样器，对吧？我们点击一下，就可以把它拖入到画面当中，然后，它不就出来了吗？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对吧？我们不可能每一次想要找一个这样的节点，我们还去这个节点里面一个一个找，是不是很麻烦？我们直接在空白处双击左键，然后在这里直接可以搜。就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 K， 对吧？ K 采样器这边呢就可以直接的找到所有包含 K 这个英文的节点，然后右边呢还有它的一个什么预览图，也是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节点库。然后就是模型库，我们所有使用到的一个模型都会在这上面进行一个显示。但是同理，我们也不可能每一次想使用一个模型在这里面找，我们反而会直接在这个模型加载器里面，我们点击一下就可以进行选择，我们所有需要用到的模型直接在里面选就可以了，也是非常的方便。而这个工作流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软件之中有多少的一个内置工作流。那么大家可能可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版本啊，或者使用到的一个素材不同，
那么这里面展示的工作流呢也有所不同。像这里面我们只要将我们自己编排好的工作流呢进行保存，那么我们下次打开软件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工作流这里面找到我们的一个名称，然后再点击一下，我们就可以使用。然后下面这两个可以略过，我们直接看这个输入和输出。那么输入和输出呢，指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工作流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时候是不是需要将我们一些外部的图片导入到里面，然后再进行一个输出。那么这里面我们输入的图像就可以在这里面显示，同理输出的也可以显示。下一次呢也可以直接进行调用了，就相当于我们不用再去单独的去找这张图片是放在我们电脑的哪个文件夹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进行一个调用，使用起来呢也就更方便了。再看一下这个模板哈，这个模板呢，个人认为呢使用到的情况并不多，但是如果对于一些完全不了解的，或者是那些获得素材比较少的同学们，可以大致的看一下。我就比如说点击一下这个纹身图，我点击一下，然后它就出来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内容，对吧？其实就相当于它把这个工作流呢做成了一个类似于软件自带的功能，但是这里面的一些模型啊还有节点如果没有的话，还是需要自己进行下载。个人认为实用性不大，我们主要的还是掌握一些我们自己能够本身想要使用到的工作流。这里面很多工作流都是我们不经常使用到的，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即可。然后左下角有这个什么说明啊，又或者是控制台啊，那么这些里面控制台可能稍微还是有点作用的。当你在生成的时候呢，这里面会显示一个进度条，我就比如说我点击一个运行，对吧？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正在运行的一个进度条？那么它这个进度条呢，其实也就跟上方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蓝色的进度条差不多，你直接通过这上面这个也可以看。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报错什么的，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控制台看一下是什么地方出现报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检查。然后这下面这两个什么快捷键和设置，我们其实已经看了，那么就不必再重复了。右下角的话，就是几个比较简单的功能，像这个什么选择啊或者拖拽，其实很好理解，对吧？你按这个 V， 现在呢就是一个选择按钮，对吧？我直接拖动这个，对吧？就是进行一个选择。你按 H， 它就变成一个小抓手，我们就直接想拖哪拖哪，就选择不到这些节点了，用处不是很大。视图那就更没用了。我们一般来说放大和缩小都是用滚轮，因为滚轮呢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我们不需要再额外的说点击一个这样的什么放大缩小，没什么用。至于这个显示小地图，那就更没什么用了，它就是一个缩放按钮，就相当于说，我这个一放大，可以在这个小地图上看到我这个画面的一些缩略图吧，算是作用不是很大。然后这个隐藏链接，这就更没用了。我们在做工作流的时候不看这个线条，我们怎么知道该怎么连呢？对吧？你不显示，这不是瞎蒙嘛？对吧？肯定不能这样子。而且有时候我们还要通过这些线条嘛，来判断一下生成的一个路径怎么样。然后再看一下上面的这几个，那么这几个呢，都是一些显示的一些节点，比如说你的内存多少 ，CPU、GPU 多少。我们着重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管理器功能。那么在里面呢，可以安装我们缺失的节点，甚至包括缺失的模型，是比较好用的。但是这里面涉及到的内容呢是比较多的，我们在后面的几节课中会有所提的。我们现在先大致的了解这界面上的每一个按钮呢是什么功能。至于这里面运行，这就不用了解了，我们直接按住 Ctrl 加 Enter 键，对吧？就可以执行一次运行，非常方便。你想执行2次，就把这个改成2，对吧？可以任意的进行修改。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就比如说这个是运行，那第二个运行更改时指的是什么呢？这里也可以简单的进行一个示例，就是说你这个工作流，只要你改了任何的一个地方，它就会不需要你点击运行，就自动跑起来。就比如说我把这里我随便改一下哈，1.6改成1.5，你发现我刚刚有没有动这个运行呢？我没动，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个工作流还是自动跑起来呢？是不是？这就是一个运行更改时的作用。然后这个运行实时，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就只要你点了这个运行实时，你每一次这个工作流一旦生成完成，就立马再次执行，就相当于永动机，你可以这么理解。那么我们还是把它调成一个运行，可以自己来操控是否要进行一个生成。然后我们把下方的这个生成预览关掉，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展开这个任务列表，这里面可以查看我们刚刚已经完成的一些工作流运行。我们点击一下，
就可以进行一个放大预览。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生成这些图像呢所用到的这个时间10来秒左右，偶尔长的话30多秒、50多秒，速度还是可以的。那么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我们就大致的将整个界面中这些按钮啊到底有什么作用进行了个详细的讲解。但是后续呢还有更多我们值得关注的内容，我将一步一步带领大家彻底掌握 ComfyUI 这款软件。那么这一节视频呢，让我们继续关注于 ComfyUI 全流程系列解析课程的第2个课程。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将来深入的了解如何进行生图，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困难等着我们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索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在上个视频呢，我们已经大致的了解了整个界面上这些按钮的功能。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画布里面的这些节点到底有什么作用。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将模型进行一个放置。那么在 ComfyUI 这款软件当中呢，模型这个玩意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多，有不同的种类，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Checkpoint 的模型、ZImage 模型。那么不同的模型都需要有不同的使用方法。那么我们来到我们 ComfyUI 安装包里面的 ComfyUI 文件夹里面，我们打开之后可以看到是一个这样的，然后我们找到里面的 Models 文件，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向下滑一下，然后找到这个 Diffusion Models， 在这里面就可以放置我们刚刚使用到的 ZImage 模型。那么模型文件呢也会给到大家，大家就直接把这个 ZImage 模型呢放置到这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再回到我们刚才的 Models 目录里面，将我们的滚轮呢往下滑，找到这个 Test Encoder， 我们找到这个文件，将这个千问 3-4B 放到这里面，返回上一集来到这个 VE， 将我们常见的一个 AE 点 VE 呢进入，然后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模型放好之后呢，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打开，这里面不会显示有模型，我们可以刷新一下浏览器，把浏览器进行一个刷新，然后呢它就可以在里面找到了。我们首先从整个界面来看，这上面的一个小方块呢，我们称之为节点，每一个不同的节点呢都具备有不同的功能。那么这样的一串联的节点呢，就跟一个流水线一样，就比如说这个模型它是用来提供我们的素材库的， Clip 呢是用来识别我们输入的文字的， VE 呢则是来将我们的浅空间数据，也就是我们人眼无法识别到的计算机数据转换为真实的图像的。那么每一个节点它都具有不同的功能，所以我们需要对每一个节点都要有所了解。而在这些节点与节点之间有不同的连线，那么这个连线呢就是我们的工作逻辑。就比如说相同的这个点，我们要与下一层级的相同点相连接，比如说 Clip 就要连接 Clip， 模型是这个绿色点，那么我们也要连接下一级模型的这个绿色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就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前后关系。就比如说你这里面模型你想连到 Clip， 你可以发现是连接不上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个模型可以连接到一个地方的模型上，但是会出现报错，因为模型和模型之间也是有所区别的，这个我们会在后面可能会遇到，到时候我们再细说。那么在了解完这些连线之后，我们就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工作流是怎么样运行的。我们通过这个 Unit 加载器加载出我们需要使用到的模型，然后模型将传输数据到我们的 K 采样器里面。采样器呢，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锅子，对吧？它在炒菜，然后模型呢就是提供素材的地方。但是这个素材需要什么素材？就像我们做菜，我们需要有菜单，对吧？那么这个 Clip 文本编码器就是菜单。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菜单呢是用摩斯密码编码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把它破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这个 Clip 加载器。那么它的一个正式的名字呢是叫做文本编码器，就是说我们虽然输入的是这些中文文字，但事实上电脑是不理解的。我们的电脑只知道看懂0和1，对吧？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文本编码器呢，就可以将我们输入的这些中文转换为电脑计算机可以看懂的语言。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我们有了这种菜单之后，你会想，我们要做几人份的，做多大一碗的，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空 latent 的图像，我们输入到这些具体的尺寸上面，以及要生成的数量大小，就可以决定我们这张图像它的具体尺寸多少，要输出多少张的图像，可以把这个进行确认了。好，那么我们现在菜单有了，素材也有了，然后做多少也有了，最后是不是就直接出锅摆盘就行了？那么这个时候通过我们加载的这个 VE， 我们就直接
端好盘直接上桌就可以开吃了。那么通过这种通俗易懂的方法呢，我相信你对于这个生成流程也更加了解、更加清楚了。就比如说我这里面直接只输入一个甜美少女，我们点击一下运行，看看生成出什么样的结果。可以看到生成的这个是不是很符合我们提示词的要求呢？对吧？这个笑容真的很甜，是不是？有没有感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输入我们的这个生成的内容，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是干什么的呢？这里面大致的就为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哈，就是在我们以前的 Canva UI 当中，我们会使用到一个叫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的内容。正向提示词呢，就是需要说明我们图像里面要出现什么内容，而反向提示词呢，指的就是我们图像里面不需要出现什么内容。但是后来呢，我们的模型也与时俱进，你会发现这些反向提示词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崩坏的手啊、糟糕的图像，很少有人会直接通过我们的反向提示词来控制我们画面中不想出现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直接将我们的反向提示词呢已经预置在底层里面了，所以我们的反向提示词就不怎么需要输入了。因此我们一般就会在这个文本编码器后面加一个条件零化节点，也就是说取消掉我们的反向提示词输入，然后再连接到我们的 K 采样器上，是一个这样的关系。相信这样子呢你也会有所了解。而在下方我们之前说了，这个 conlatent 的图像呢是控制我们生成的画面尺寸和生成图像的数量的。那么这地方有没有什么讲究？答案是有的。首先我们一般来说生成的尺寸是512的倍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的一个训练集基本上都是一个512或者是1024为尺寸的。那么像这个 Z-Image 模型呢，它就是以1024为训练尺寸的。因为我们要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模型它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它是将大量1024乘以1024的图像整合到一起，同时它给每一张图像呢都进行了个描述。就比如说在描述这张图片的时候，它会写着说甜美少女，然后亚洲女生，对吧？它通过这样子给每一张图片呢进行一个描述之后，然后让我们的 AI 呢就把它融合成一个模型。因此在我们生成图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生成与它的那个尺寸有关系的成倍数关系，或者是直接就是一致尺寸的效果会更好？当然这个时候就有问了，那么我直接生成更大的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像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直接生成1920的尺寸，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生成的速度会变慢很多。也可以直接生成512尺寸的，但是这样子我们生成出来的画面，它的画面效果肯定不是很好。因为在我们生成过程中，我们的尺寸越小呢，我们的 AI 对局部细节的描述或者是生成能力就没那么好。尺寸越大呢，反而就会描述的越细节，但是有可能你的尺寸过大，一个是会导致你的电脑呢会显存不足，然后强制关机。此外呢，也有可能因为你生成的尺寸过大，那个 AI 呢就在一个小地方里面使劲描绘，导致出现一些过度畸形。那么我们有一些合适的办法就可以避免，或者是说处理掉它。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想要生成更高清更清楚的图像，我们都是需要经过2次的图像放大的。而图像放大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技巧，在后面的视频中我们也会提到。那么了解了这些生成中我们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之后呢，后面我们就要更加深入的了解纹身图的一个生成逻辑了。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已经讲解了很多有关于我们 Canva UI 这款软件的一些基础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在生成图片中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参数我们可以进行调节。就比如说这个纹身图的一个生图流程，在前面的这些地方呢，我们将这一块已经讲解了很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呢来讲解一下这一块 K 采样器里面的这些参数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么首先 K 采样器就是我们一个做饭的锅，对吧？然后在这个锅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参数上的调整。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种子，种子是什么？就比如说西瓜种子和冬瓜种子，那么不同的种子呢会结出不同的果实，因此种子也就是我们这张图片的一个来源。我们的每一张图片呢都有一个固定的种子数，那么也就是说只要你拥有这张图像的种子，你就能够完整的复刻出这张图像。那么这里呢我们直接来输入好吧。首先我们输入一个111，然后点击运行。那么这张图像呢就是我们3个1的种子数生成的图像，我们复制一下，然后呢粘到边上，再把这个种子呢改成222。那么可以看到两张图像不一样，对吧？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哎，这个时候我后悔了，我不想要这个22了，我还是想要之前的11，怎么办？是不是我直接在上面输入，是不是？然后点击运行，可以看到这两张图像是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种子到底是有什么作用的？然后后面有一个生成后控制，这个里面有3个意思。一个呢，则是说我们每一次生成图像的时候，这个种子呢不改变，就相当于你需要自己手动的一个来输入，也就是这个固定。第二个呢就是随机，随机呢就是指的是你每次生成图像之后呢，这个种子数呢会随机生成为任意一个种子。第3个则是固定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很好理解，就比如说你生成之后111就变成了112，然后变成113，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像我们刚刚不是直接输入111吗？对吧？然后我直接点击运行之后，你会发现，哎，这地方会变成其他的种子。那么这样种子其实是你下一张要生成出来的图像的种子数。如果你在这里面点固定的话，你输入对吧？然后你点击运行，你会发现它完全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没有提供新的种子数出来。那么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步数，我们把这个种子数先固定吧，这样子更好的能够看出我们生成图像的效果。这个步数呢，其实就是我们 AI 绘画的时候这个画笔的次数。在我们画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画的越多，画的越久，这样图像的细节就越细腻、越丰富？那么 AI 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直接把步数呢调成3，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结果哈。你会发现这张图片是不是没有这张细腻了？就包括它整体的一个观感啊什么的，你会发现这些地方都泛白，就是整张图片没有这么细腻的观感，也就是说它绘制的比例减少了。然后你再把它的一个步数调高呢，你调成个20，你会发现这张图片呢就比这一张又要重很多，整体的一个感觉。那么这个呢就是2种不同的一个数值上的差异，但是其实在这个 Z-Image 模型上面这种差异不是很明显。如果你换成其他的那种 Flux 模型啊，又或者是普通的 SD 3.5 的模型，那么它的一个效果差异会非常的大。这个其实看不出非常明显的差异的，但大家只要知道这个知识点就行。我们依旧把这些数值还原一下，然后就是这个 CFG 值。那么这个 CFG 值的意思就是我们提示词的一个执行力，也就是说你这个 CFG 值高，那么它这张图像呢就会遵循我们的提示词更加的多。那么如果你这个 CFG 值它比较小的话，它就不会完美的按照我们提示词里面的内容来生成图像，而是会自己的发散来进行生成。就比如说我这里直接调成 0.1， 然后点击运行，你可以看到它随机的生成了一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内容，跟我们的提示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我们这里面把它调成一个5呢，可以看到画面呢又非常的奇怪，它会让我们的画面变得很僵硬。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它会把我们的一些格纹呐，然后黑色的下装啊都体现出来，但是它的一些组合就会非常的奇怪，会变得畸形。所以说就按照我们设置的一个尺寸就好了。然后就是我们的采样器和调度器，那么这个里面会有非常多内容，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了解这么多，因为通用的来说就是用这个 Euler 和 Simple， 有这个调度器和采样器呢就已经完全足够满足我们生成的要求了。如果有一些特殊的工作流需要不同的这个采样器的话，其实在我们使用的时候也会单独的进行强调，没有必要说浪费这么多时间来一一介绍这每一个采样器，其实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当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在后续也可以给大家一些资料让大家去看，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就属于是事倍功半了。而这个降噪呢，其实就指的是我们图像从一个原始模糊的像素点，然后逐渐变清晰的一个过程。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它的重绘幅度，那么一般是在图生图当中会有所体现的。我们纹身图当中只需要固定为 1.0 就行了，不需要做其他的一些修改。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础的采样器的参数。那么我们这里面复习一下，首先种子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生成图像都会产生固定的一个值，这个值呢就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只要知道这个值，我们就可以完美的复刻这张图像。而生成后可以控制这些种子数的增加或者减少，又或者是随机固定，可以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种子值。步数的话则是我们的一个绘画强度，这个值越高，我们的画笔画的次数就越多，细节就会越丰富。CFG 值呢则是指我们这个提示词和图像的关联程度，但是过低或者过高呢都会导致图像畸形，不是很适用。而采样器和调度器在不同的工作流可能会有所区别，但是我们只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比较平衡的设置来进行使用的话，其实区别并不大。而降噪值是只有在图生图当中会使用到，纹身图当中是不会有其他变化的。那么这就是一些我们所需要了解到的内容。这里面也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排版布局，就有时候我们的那个节点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排版来设置。就比如说这里面我们的3件套
可以进行一个 Ctrl 加左键的一个宽选，然后上面这个位置可以调整这个节点的颜色，比如说统一调成绿色。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想着说给这些节点分组，我们可以直接宽选这一部分内容，然后点击这个创建一个组。这个的好处就是说，我直接想移动这3个的时候，我不用宽选，我直接移动这个框就行了，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排版，就比如说我直接将它转换一下，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一堆的这些节点直接转换为一个小节点，看起来是不是就小了很多？而且我们点击这个节点，可以在右边的这些参数输入这里面，我们可以输入它的一个文字啊，或者是种子数，那么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来。然后我们点击刚才的那个右上角，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组里面，在组里面再对它进行一个单独的编辑，再按一下 ESC 又可以退出来，对吧？又回到这个大组里面，反正就是挺方便的。不想要这个组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我们选择这个解开所选子图按钮，然后点一下，对吧？我们的图像又回来了。那么这就是一些基本的简单操作，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个使用。那么这节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节课会讲述更多有关于 CanvUI 的很多非常实用的功能。我们下节视频再见。那么我们这一节课要学习一些什么呢？在之前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掌握了 CanvUI 的界面操作，然后部分重要的参数设置，它有具体的一个什么含义，我们理解了它的整个生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那么了解这些内容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对于 CanvUI 这款软件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那么现在你对于整个这个软件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宏观上的认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从一些细节上入手。那么我们这一次看一下我们这个纹身图的一个操作流，带大家一步一步进行一个实操。那么大家也跟我一起来进行相同的操作。那么我们这里面直接宽选，然后把它全部都删掉。那么首先我们来想一想之前的逻辑，在我们搭建一个自己的一个工作流的时候，最先应该搭建什么呢？那么很明显就是直接先加载出我们的模型3件套。首先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模型加载出来，那么使用的是 Unet 加载器，我们点击一下，那么里面呢就有非常多模型可以供选择。那么之前也教大家如何放置我们的模型了。那么像这里面我们可以一次性把我们的其他那几个也加载出来。第二个是 Clip， 第三个是 VAE。 那么这3个呢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模型加载3件套。加载出这3个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下一步，我们搜索 Clip 文本编码器，也就是说用来输入我们的提示词的。然后这个是正向的，我们还需要一个负向的，但是因为我们使用到的是这个 Z-Image 模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加入一个条件零化节点。我刚刚使用到的一个操作是，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然后按住 Alt 键，使用鼠标左键一个拖动，那么就可以直接将这个节点进行一个复制，是一个快捷操作。如果记不住的话，我们也可以正常的使用我们的 Ctrl+C， 再点一下 Ctrl+V， 那么也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只是我这样子操作会更快一点。然后我们就加载一个条件零化节点。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条件零化节点？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也跟大家已经提及过了，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正负向提示词它们有什么关联，那么具体会导致我们生成的出来的内容有哪些影响，这里就不再多赘述了。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框框比较大，然后比较占空间的话，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圆圈，点一下，它就缩回去了。那么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排版更好看一点，看起来更方便美观。我们先把其他的也加载出来，那么还包括我们的采样器以及我们的解码器和空 latent 图像，我们将这几个呢通通都进行个输入，最后再点击一个保存图像按钮，那么我们就将所有的这些节点呢都拉出来了。接下来就进行一步连线，连线也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操作，是什么呢？颜色连接相同的颜色，就比如说模型，我们连接上模型， Clip 连接上 Clip， 上面的这个连接我们的正面条件，下面这个连接我们的负向条件，但是这里还要连接一个条件零化节点，再把这个条件零化连到我们的负面条件。再看一下左边还有个 VAE 连接上我们右边的 VAE 解码这里面，再连接下方的空 latent 的图像连接上来，再把 latent 图像输入到我们的保存图像按钮，再把我们的 latent 的图像输出到我们的解码器当中，再把图像进行一个输出，然后再把我们的空 latent 的图像连接到我们的采样器上面，再把采样器上的 latent 输入到我们的解码器当中，再将图像进行一个保存，那么就完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纹身图的工作流搭建。这里面我们就进行了第3步，我们在设置好节点，布置好连线之后，就第3步就要选择好我们的模型。像这里面我们选择的是 FP8 的 Z-Image 模型，它的速度更快，然后更好用一点。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BF16。那么一般来说，数字越大，也就代表这个模型所用到的参数越多，训练集越多。那么与此导致的就是
我们图像可能质量会更高，但是整个生成的过程会变得慢，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快。因此我们要着重的考虑到自己的一个电脑的设备性能，我们要按照自己的设备来进行一个选择，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出现报显存。那么报显存这个行为在我们生成过程中会经常的出现，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电脑设备可能确实是带不动这样子一个比较长的工作流。但是像目前这种比较小的纹身图啊、图生图啊这种，那就是非常简单的。一般报显存会出现在视频生成中会比较多一点，生成图片来说，大部分的电脑应该还是没有什么压力的。然后像这里面我们选择好这个加载器之后呢，下方有个数据类型，这个不用管，我们使用这个 default 默认就行。然后在 Clip 这里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加载。那么像我们的 Zgan Image 模型呢，加载的就是千问3-4B 的一个模型，我们选择这个。然后在类型里面，我们选择千问 Image。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模型种类。然后 VAE 这里面我们需要加载一个 VE.VAE。当然也可以直接加在我们的 Zgan Image VAE， 那么都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成了第3步模型的一个选择。第4步我们就直接来输入我们的参数了。那么像这个文本编码器这里面，我们要输入哪些内容？因为这一款模型呢支持我们的中文输入，那么我们就输入这样的一个提示词：韩国女明星角色扮演。那么我们来调整一下其他的参数，像这里面 K 采样器这里面，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步数调整一下，调成8。然后 CFG 值调成1，采样器和调度器呢，我们就设置为默认，然后最后再调整一下我们生成的图像大小。像这里面我们可以设置为1024×1024，这里面我们为了演示，我们直接就设成512×512吧，这样子速度会更快一点。然后我们点击右上方的运行，等待它稍微运行生成一下。那么这样子是不是就完成了一张图像的生成？那么你自己来搭建的时候，会不会也能够实现这样子流畅的操作呢？那么这些都是需要熟能生巧的。